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配合肖战继续激活霸屏模式，杨紫却变了。在中国影视界，杨紫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从饰演的霸气女总裁，到活泼乐观的前台姑娘，再到家喻户晓的国民女儿，杨紫在观众心目中一直扮演着多重角色。然而，她的演艺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过挫折和困惑。回顾杨紫的演艺生涯，她第一次被观众认识，是因为在《家有儿女》中饰演小雪一角。然而，长期固定在一个形象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发展。观众对她的印象一直都是小雪的形象，长相和气质都算不上大美女。因此，有一段时间，她陷入了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境地，甚至差点走进了死胡同。不过，杨紫并没有放弃，而是努力寻求角色和外形上的改变，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在接下来的电视剧《战长沙》中，她成功地将角色的成长演绎得自然而准确，为她的演艺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她开始表现出强烈的代理意识，成为戏剧女主角的代表。每部剧都能塑造出名字难忘、性格各异的角色。虽然《战长沙》口碑不错，但还是比较小众。直到后面的《欢乐颂》让观众重新认识了杨紫。在这部剧中，她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吸睛的角色，让观众看到了她多元化的演技。甜蜜蜜的热播让她的演艺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然而，即使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杨紫仍然面临着挑战和困惑。她曾试图追求流量，接手了大 IP 剧《青云志》的拍摄，但却遇到了很多质疑。不过，与其追求流量，她更愿意倾听观众的意见，认识到流量有很多种。她想要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流量，就像巩俐和章子怡一样，他们的作品影响力更大、更深。可见，杨紫的演艺生涯充满坎坷和挑战，但她最终通过不断努力和自我突破取得了成功。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艰苦的努力和不断的尝试。而她的成长也引发观众反思自己：什么样的努力才是真正的价值？如何平衡流量和演技？这些问题也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95花杨紫率先进化高智商。说到女童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女儿杨紫了。她的人气和国民地位实在是让人羡慕不已。然而，所有童星出身的演员都有着同样的烦恼，毕竟生活越来越成熟，但总有人把你当小孩子，说你是大人，但你却会被拉扯。你的童星身份、传统印象总是女儿，说你是个孩子。但工作经历极其漫长，周围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称呼她为姐姐。她凭借演技率先挣脱了童星的刻板印象，贡献了许多经典的荧幕角色。最近，我通过高品质的时尚造型，将自己的形象品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先来看看杨紫最近的造型。妆容颜色非常接近肤色，细节精致，皮肤看起来通透紧致，让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轻松清晰。过去，杨紫的妆容经常被批评过于复杂、厚重，细节处理和色彩选择显得不够精致和恰当。例如，在唇线上使用过于白皙的遮瑕膏，再搭配橙色系的唇色，往往会导致原本的唇色显得暗淡。不仅不能提升气质，反而会让整个妆容显得厚重、不自然。另外，虽然她化了妆，但并不能有效凸显她的五官。这个妆容只能说是化妆，并没有真正的美化脸部的效果。也因此，她的妆容长期成为大众和时尚评论家批评的焦点。不过，从去年开始，杨紫在时尚界的表现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开始更加注重妆容和整体造型的协调性和时尚感，这让她在时尚圈的地位明显提升。通过与一些著名化妆师和时尚顾问的合作，杨紫的每一次亮相都足以证明她在造型上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公开活动和红毯上，她的妆容开始趋于自然、精致，符合她的个人特点。她逐渐放弃了过去过于鲜艳、
不自然的色彩组合，转而选择更柔和、更自然的粉底，以及更合适的眼妆和唇色。这不仅让她的五官更加突出，也让整个妆容看起来更加和谐有魅力。比如前不久的电影节红毯上，杨紫选择了淡雅的珊瑚粉色唇色，与优雅的裸色晚礼服完美融合。她的眼妆不再是过去厚重的黑色眼线，而是采用了更加自然的烟熏眼妆。这个妆容不仅凸显了她的眼睛，还让整个脸显得更加柔和，更有层次感。这种精致优雅的妆容变化，为她在红毯上赢得了不少好评，也展现了她从一个刚刚进入时尚界的明星成长为能够驾驭各种高端时尚造型的成熟女演员。此外，杨紫在妆容选择上的变化也可以从她的日常生活照中看出。她越来越多地采用适合自己肤色和脸型的化妆技巧，这不仅增强了她的自然美，也体现了她对个人形象管理的重视和专业。总之，杨紫的妆容转型是她个人品味、时尚品味和公众形象管理理解的缩影。通过不断的尝试和调整，她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时尚偶像地位，并在演艺事业上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种从过去的批评中汲取教训，转而不断努力改进和提高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借鉴。杨紫的脸型比较修长，呈椭圆形，脸型比较饱满，五官集中，中庭稍长，嘴唇小而饱满，肤色为中性，自然唇色稍深。这种五官的优点就是不显年龄。浓缩的五官不会随着长大而变得下垂、散乱，失去面部胶原蛋白，所以你会觉得它比例变大了，现在看起来就像小时候的样子。不过这个功能的缺点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紧，不够放松。与纯哑光妆容相比，轻微的肤光会让皮肤显得更加紧致、透明。我们可以利用立体粉底化妆法，内轮廓粉底量较多，颜色较亮，外轮廓粉底量减少，颜色较深，使脸型更加褶皱，脸型更小，同时打造出立体感。明暗交界处的自然高光，我们都知道长中心会带来成熟感，所以很多人喜欢用下眼睑和眼睛下方的腮红来中和这部分留白。然而高智商却不能，只要眉毛和妆容又直又宽，你的视觉焦点就不会在空白处，而是在眼睛和彼此的故事上。将眉毛和眼妆拉长至脸部褶皱线，会得到更加优雅的妆效。然后重新涂抹唇色，将另一部分视线引至下缘，在保持五官比例的同时巧妙划分视觉焦点，让比例看起来更加和谐。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跟随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流行趋势？有多少女孩子的颜色和你的明星或 XX 一样，即使那个颜色太荧光了？在经历了橙色调、姨妈色等诸多弯路后，杨紫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颜色，明度稍低的颜色和灰色调。对于皮肤不太亮的女生来说，一些流行的果汁色、女团色不会显得时尚，反而会显得更黑、更黄。不太亮眼，看起来有点灰的颜色，比如水红、豆沙色、玫瑰色，其实会更提气一些。这些颜色不会让你看起来更年轻，但它们非常接近皮肤，是优雅、高智商的最佳选择。它们也是很多女性高管的最爱。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